你晚饭也没怎么吃，要不我去给你做点？哎，我不饿。罗亦菲的事情是你做的，做得好，一箭三雕啊！她再没有了牵挂，当然了，她心里多了仇恨。为了你，我做什么都行。以前这样，现在这样，以后还是这样。伟军啊，你这么对我，但你这样，高某无以回报。我用不着你回报，只要你不变心，我永远都在你身边。别走了，哎，明天还有个重要会议，我得换衣服。别走了。你也早点睡吧。我给你做了好吃的。真的？来。哎呦！啊？都是你做的？哈哈哈哈！哟，我都准备好了。真是不错。还准备了红酒。干杯！可不可以让钟离休息休息啊？为什么？他不是最近出了点事吗？我看他挺伤心的。别傻了，干我们这一行的，哪有什么心情不心情的？出了天大的事情，也一样要执行任务。当年俊峰他……贺楚怎么了？当年俊峰啊，也出过一些状况，可他一天也没耽误执行任务。可是……别可是了，到你这儿来，可不是听你说别人的，啊！来，钟离，许正帆，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没什么，没睡好。你有任务？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刚搬到你家对面，看见你在下面。哎，
饿了吧？没有。我正准备去吃东西，一起去吧。啊，那好吧。走走走，哎，我带你去吃，特别好吃。要不我们就在这儿吃吧？哎，这不好吃。我带你去的可是江州最有特色的小面馆，有那么好吗？保证你会喜欢。要不要来碗馄饨？刚出不用锅了，改天再尝啊。哎，好嘞，慢走。您来了，好，两位慢用啊。来，尝尝。你怎么知道我的习惯啊？别管了，你吃吧。哎，究竟出了什么事啊？要是工作的事，我就不问了。你知道我分去哪儿了吗？我当然知道了，毕业的时候亲自点的名。你成绩那么好，去那儿是应该的。对啊，都点过名的。那你去哪儿了？我去了军政部，普通职员。普通职员？嗯。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分你去那儿啊？你去那儿未免也太浪费了。是我主动想去那儿的。你为什么？你不想做这一行啊？哎呀，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普通职员，很多事情就没有禁忌了。不过这倒也是，做我们这一行的，什么都不能说，邻居、朋友，甚至于家人，一个字都不能说，是挺难受的。是啊。那这的宿舍是他们分给你的啊？好巧啊！巧什么巧啊？你不知道我为了过来花了多少精力呢？怎么说？原来这个宿舍啊是分给别人的，那个人都快搬过来了，我就找到他，跟他商量了半天，他一直不肯。我用我的房子跟他换，他也不乐意。后来我帮他做了很多事，这才……你干嘛非得搬到这儿来啊？这有什么好的？离你那个军政部还这么远。哎，吃吧。什么意思啊？你说啊！你在这儿，我有个朋友，可以互相照应。与其一个人住在那儿，还不如搬过来跟你做邻居。这倒也是。哎，不过我们前几天还在说来着，还说那个没准对面能搬过来一个帅小伙，还真猜对了。真的假的？哎，钟离，那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一言难尽。哎，一会儿陪我去喝一杯吧。好，先吃完。主任，还有事吗？下去休息吧。是。钟离，你喝那么多酒，真的没事吧？我心里难受，我怎么能预料到这种事？这不是你的错，你别再自责了。真不是我的错，我闭上眼睛就看见罗妈妈和杰飞。走吧，别管我，没事。钟离，你没事吧？哎，钟离，来坐下。哎呀，看来你真的喝醉了，我得给你醒醒酒，不然明天让人看见你就麻烦了。他恨我，没放假是不允许喝酒的。我不该那么自私，为了给奶妈报仇，竟然害死2条人命，害得罗家家破人亡。来来来，先喝一口吧。哎呀，你别难过了，罗亦菲她肯定会明白的，知道你也是没办法。他是罪魁祸首。不过这事越想越不对，这怎么？我一定要替奶妈报仇。上面怎么会临时换人呢？你想一想，任务之前都要审核，怎么会换他去呢？哎，
钟离，钟离，就是他，哎，想不到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明明是自己的任务，却让朋友替自己，结果弄得人家家破人亡。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呀？怎么了？我屁呢？不要这种事吗？你为什么不骂他们呀？哎，他们说的没错，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以前你多开朗啊！让他们骂吧。怎么了？哦，孙初刚得到消息，说是有大行动，跟张作霖有关。真的吗？对，赶紧去吧，走，走。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场大行动。据可靠消息，张作霖的人又在密谋一项重大的破坏活动。他们今天上午10点左右要炸毁江州银行，我们必须在爆炸前抓到这个爆破手，明白吗？明白。行动！这次任务我们将出动所有兵力，因为群众众多不容易控制，我们只能扮作群众混入其中。这次任务关系到校长在江州的经济。校长的立足，群众的信任，校长绝不允许张作霖在他的地盘上张牙舞爪。给你一份。2份。哎，这是你的。你在哪？你在这儿。好了。哎，你给我出来！你们家伙，你打了你！抓住他们！别动！别动！没钱拿钱！什么要？就是这里！你给我出来！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了周世成！炸弹！王八蛋！我看你往哪儿跑！给我起来！孙初，这个人的底细我已经查到了。说，张彤，44岁，跟着张作霖身边已经10几年了。在这10几年当中，做的大大小小的案子就有10几起，都属于暴力事件。
他有孩子吗？没有妻子和孩子，他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因为前几年欠下大量赌债，去年把妹妹卖给人家做小老婆了。张彤，张作霖没有给你钱，更没有给你官职，你究竟为了什么？为了现在，为了能让你们难受，为了死人。接着说。你们这些人总以为能拯救这个国家，其实你们都该死。我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你们这些人，以圣人自居，到处说要拯救这个国家。我呸！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看来你很了解审讯室嘛。你只不过是炸伤了2个职员，但是你最终还是落在了我们手里。你们哪里是我的对手？江州银行出了这事儿，谁还会买你们的公债？江州的经济乱成一锅粥，你们怎么打到北方去？这就是张作霖给你许下的报酬。你这个女人，其实心里面很害怕，很紧张，却总是要装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懂的样子。我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你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惊慌失措的样子，懂吗？你们啊！好好伺候。你们要干什么？老实点儿！吃饭。这个人有典型的暴力偏执倾向，他做这些事不为钱也不为权，只为了暴力快感。他不怕死，更不怕上刑，一时半会儿还真审不出来。晚上我再接着审他，我一定让他吐口。钟离，这次干得不错。谢谢主人夸奖。不过，这次我发现这个可疑的人却没有及时的报告，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早一点报告的话，也许就不会是这样了。我知道了，下去吧。是。想不到，让他不了手，我竟然败在一个小丫头手上。唉，看了这么多人，居然让他从我眼前逃过了。哎，这也不能全怪你。跑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张作霖不可能只派他一个人，他们应该还有其他据点。恐怕据点不是最重要的。张彤一定还有事瞒着我们。我在审他的时候，发现2个问题：第一，攻击性非常强；第二，非常防御，
他在防范我们，他害怕我们洞察到他心里面所藏的秘密。再想办法，抓紧时间，一定让他开口。我怕太急，他的防范会更加严密。这样吧，缓缓他，晚上我再审他。你知不知道捡起拉了弦手榴弹会怎么样啊？可是如果我当时不把手榴弹捡起来的话，受伤的人会更多。你不知道用脚踢出去吗？当时如果踢不准的话，还不是更麻烦？可是我当时真的就是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这叫立功吗？你这叫250。如果那手榴弹在你手里炸了，你现在早就大卸八块了。这不是也没炸吗？废话，立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就算让他跑了，也要保住自己的命。可是以前主人他们不是说过，在任务面前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任务的结果。为了个张头值得吗？生命是最宝贵的。最宝贵。你嘟囔什么呢？啊，我好像以前在哪儿听过这句话。哦，对了，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你跟谁说过？没有哦，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共产党人这么说的。我告诉你啊，管住自己的嘴，别胡说八道连累我。可是我听见没有？是把任务经过详细写份报告给我。是。谁让你现在去了？快去参加审问。是。枪是从哪儿来的？黑市上买的。你怎么知道周世臣在银行？今天发行公债，他能不在吗？我在银行干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脾气、秉性，我一清二楚。我任劳任怨，给他干了那么久，到头来，他就这么把我解雇了，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我一穷二白，杀了他，我和他一起死。孙处，这人纯粹是为了报复银行行长周世臣而来的，个人恩怨与张作霖无关。先压他几天再说。是。找钟离呀？嗯。钟离，何处呢？去处理银行的事了。银行还有什么事啊？好多事情，比方说写伤亡报告啊，还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事。那你怎么没去啊？我得跟审问啊。哦，哎，对了，今天你胆子也太大了。不过呀，多亏了你，不然不知道还要出多大的乱子呢。你说要是罗亦菲在的话，他又得说。也不知道罗亦菲现在在国外到底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恨不得能够马上把杀奶妈的凶手给抓出来。主人他答应过我的，可是现在太忙了，哪有时间啊？我在罗亦菲妈妈的坟前向她承诺过，只要我报了仇，我就去把她替回来。哎，那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呀？我想跟你说啊，你还是收敛一点好，我怕孙处他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孙处从来都没有失手过，可偏偏就在今天，你看见了那个人，他却没有看见，我怕他会往心里去。你是怕我抢他风头啊？多提防点总是好事吧？哎呀，你看你想太多了，孙处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只是一种感觉，我总觉得孙处心里想的和他表现出来的是两码事儿。还有，他好像一直对我有敌意。他为什么要对你有敌意啊？他要是对你有敌意，他把你留在身边干什么呀？你以为他是何处啊？我告诉你，何处他老把我留在他身边，才是为了想方设法去整我。他们俩不一样。他把我弄到他身边，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要让我在他的眼皮底下死死的看着我。你看你，越说越不靠谱。你又不是他情敌。哎呀，行了行了，不说那么多了。我们第一步
制造江州银行爆炸案已经失败了，张总司令才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统一中国的统帅。上一次军火一事，由于蒋介石的人破坏，让他们从中牟利，得到了英国人提供的军费支持。否则，张总司令已经长驱而入，一统中原了。因此，这次炸毁江州火车的行动，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让蒋介石失去威信，把江州夺到手，把蒋介石赶出去。是。明天就是行动开始的日子，为了总司令，我们将赴汤蹈火，再次不息。张彤，你把你妹妹卖给别人做小老婆，你有没有去看过她呢？你是来拉家常的吗？我只是好奇，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童年的苦难，长大之后的被人欺骗，家人的不信任，朋友的缺失，爱人的背叛。有暴力倾向的人都是在一次一次的痛苦中被折磨出来。最对不起你的人，到底是谁呢？原来你们这些人就这点本事，啊？在你童年的时候，你的父母和你妹妹都是怎么看待你的？他们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在意过你？也许在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在乎你。所以，无论你为那个家做了多少事，他们从来都没有感激过。你渐渐的明白，要想发泄心中的愤怒，你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生不如死。够了，跟我来这一套。事后你根本就不是为了钱，你就是要把你妹妹卖到一个猪狗不如的男人手里。你是想让他知道，你才是这个世界上主宰他命运的人，对吗？不，张彤，你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完成，你还有更大的任务在后面等着你。张作霖把你派过来，绝不是因为一个银行的事。你的同伴还在外面接应你，你们还有更大的动作在后面。你们想要在江州建立关系网，建立基地，捣乱江州的经济，刺杀政府人员，还有更大的暴力行动在后面，对吗？别废话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们从我这里套不出任何东西。那我们就试试。张作霖要在江州建立秘密基地，他们已经开始行动。张彤只是派来的第一批，他们还有更大的爆破行动在后面。时间、地点，无论如何把他嘴撬开。是，主人。孙处长，您是怎么知道的？他可什么都没说。说出来的都是谎话，我不需要听，我要靠自己判断。把审讯资料给我整理出来，要仔细。是。我倒要看看谁比谁硬。上头龙。来呀，老子不怕，来吧，来吧，别走，来呀，别走！报告。进来。好的，密切观察。怎么样？自从银行爆炸事件之后，外面闹得人心惶惶，目前还没有其他事情发生。我已经暗中派人搜查可疑人员，只要查出蛛丝马迹，就会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什么？校长命令马上开会研究此事。我马上过去。出什么事了？江州铁路发生爆炸，整个15段铁路全毁了。校长这么快就知道了？校长说，如果再不能阻止张作霖的爆炸破坏，特别行动队立马解散。我去开会，你们继续审问张彤，一定要查出他们下面的行动计划。是。要不要去吃点东西？我先替你订一会儿。我没胃口。张彤这个王八蛋，简直就是个疯子。一列火车全翻了，有多少个无辜的人伤亡？校长都发怒了，又把主任叫去开会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校长能不发怒吗？刚才我用无线电听消息，让他给听见了，他还跟着哼歌呢，简直就是变态。校长说，如果再来一次爆炸，就让咱们特别行动队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孙处他说，肯定还会有第3次，而且就在不久之后。孙处，谭仁玲，你来审张彤。孙处，让我去审他吧。你不行，你脾气太急，容易着了他的道。我这次一定会注意的。去吧。你杀了这么多人，该收手了。你个黄毛丫头还来审我？那个女人呢？是不是从我身上得不到什么，被你们上面轻吧？你有没有想过，你这辈子被你父母看不起，到处遭人白眼，都是因为你上辈子恶事做尽。你这辈子再做尽恶事，下辈子就变猪变狗变畜生，任人宰杀。小姑娘，小姑娘，你太可爱了，知道吗？你耍的都是孩子的把戏。恨我了吧？恨死我了吧？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给杀了。来呀，来，杀了我！如果你不杀我的话，我出去还会杀人的，我会让他们死。等等，我倒要看看，是他们先下地狱，还是我先进了棺材啊？你来把我杀了呀！2年没这个胆子，我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喜欢用炸弹，砰的一声，不知不觉他们就死了。我最喜欢用刀，不割中他们的要害，慢慢的死，拼命的求饶。中计了。怎么，心软了吧？你怕了吧？你们还会有第3次行动，对不对？第3次行动一定会让你们屁滚尿流，生不如死。但是我告诉你，在我这里，你绝对得不到任何消息。是工厂，是学校，货运站，政府大楼，公园，是商场，市场，是百货公司，是码头，是码头，对不对？你们的第3次行动在码头。是中湾码头、后港、珊瑚码头，是珊瑚码头。码头什么位置？江州钟楼，很好。
是江州钟楼，好样的！你让我去查一下吧，我让那边人进行地毯式搜索，封锁码头，禁止船只来往，和清除闲杂人等。等主任回来再说吧，现在没有人手。时间不等人，早1分钟多1分钟胜算，不是吗？也好，注意安全。是。钟离，孙处，张同他怎么了？刚才他笑了一下，您说过这是欺骗。孙处，这样去钟离会有危险的。危险？干我们这一行，哪次出任务没有危险？张同这个人那么老了，你觉得他会告诉钟离真相吗？你想多了。钟离今天能够审出这样的结果，是他的进步，是他的成绩。你们是好姐妹，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放心吧，没事的。钟离别动，有炸弹！你已经触碰引线了，绝对不能动。有几根线，快查一下。不要害怕，16根的我们都捡过，你能行的。
有几根线。快查一下。不要害怕，16根的我们都捡过，你能行的。什么颜色？红色。又是红色，看来红色真跟我有缘。不要害怕，我跟你在一块儿呢。怎么不害怕？这是咱们2条命啊！有我在，我陪你一起。相信自己。钟离，我要是捡错了，你可别怪我。不会的。啊！快出来！谭，你真的做到了！来，耶！吓死我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走了，回去吧。钟离，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好奇怪的？张彤这个人根本就是摆明设计好了要害我们。所以何教官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就是做事太冲动了，不计后果。我不是说这个，是你审问的时候，他最后笑了一下，那是谎言。笑了一下，我没看到啊，因为你转身走了，而我看到了。孙维军就站在我旁边，他说他没有看到，或许他就是真的没看到呢。你觉得可能吗？孙维军连一个小细节都不会放过的，他那么敏锐，他看不到。不过这事也确实不好说，人们不都常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吗？也许是你想太多了。算了，以后别大大咧咧了，留心一点啊。我们走吧。嗯。钟离，何处？又出去当英雄了啊？你也不想想，张彤那样的人，连孙维军都识不出他的破绽，竟然能被你抓住了要害，你当时是不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要立大功了？对不起，何处，这次我知道错了。您说的对，我太冲动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今后一定要改正这个毛病。遇到事情先好好想清楚，再下定论。作为你的上级，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孙初，
没事吧？没事，孙初。唉，都是我不好。这不能怪您，明明是我自己太蠢，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我想张彤他们一定在任务前就应该商量好了，一旦有人被捕，这个陷阱就开始启用。真是万幸啊！好在你逃过了这一劫，要不然我真是要后悔一辈子了。您别这么说嘛。对了，谭瑞玲是不是跟你说她看见张彤笑了，是吗？嗯。哎呦，都是我的疏忽，我真没看见。作为处长，我差点害死了下属。你不怪我吧？这件事不能怪您，因为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哪里能看得那么仔细？再说审问张彤的人是我，怪我自己学艺不精，才会中了敌人埋下的陷阱。这次啊，多亏了谭瑞玲，要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谭这个人虽然平时胆子小，可在关键的时候他很有勇气的。这件事情我会向主任说明的，该责该罚。不用了，孙处，这件事儿在主任的报告里面我不会写上去的，我也不会让谭瑞玲写上去的。啊，折腾一天了，累了吧？去休息一下，别在这儿淋雨了，去调整一下自己。我再坐一会儿，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我想让雨淋一会儿。那我先走了。这么说来，我还得好好的感谢你，张彤，你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而且帮我们弄到了不少的炸药，这都拜你们所赐。等我们找到了你们的老窝，就用你们自己的炸药送你们上西天。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等第3次爆炸成功以后，蒋介石将颜面扫地，他在党内会一败涂地。用不了几天，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啊！有结果了吗？主任，我按照孙处的推理全部都查过了，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只有一家成衣铺子和绸缎庄联姻，场面很大，但是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不可能，这次爆炸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地点。绸缎庄，场面再大，也只不过是个人行为。但今天晚上，无论是铁路、码头还是港口都没有动静，也许选择的目标有变化。张彤他们选择地点非常有用意。第一次是银行重新营业发行公债，第2次是江州铁路枢纽重新运行，这第3次一定也是选择重要的地点、重要事件。江州这么大，这么查下去可是大海捞针呐。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时间。多半在晚上，我审他的时候，他有轻微的反应。你说在夜里？有这个可能，不过应该是10点之前。他们进行这种爆炸行为，一定会选人多的时候下手，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这么说，傍晚之后，10点之前，8点左右最有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晚饭过后，警惕性下降，而且人员活动频繁，又有夜色帮助。贺云，集合所有人去查，今天晚上一定不能再失手。是。啊，你还有什么不？时间紧迫，分头行动，地毯式搜查。哎，这是办公室。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This way, please. 你们只要保证军费上给予我们支持，你们所提的条件，我们一定做到。 They hope we pledge to support the military. We have put for all condition is no problem. 这家伙死硬，怎么也不愿意开口。主任，孙处，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不用了，你回去吧。来，说说，什么办法？我是在想，上次那个王八蛋他骗了我，差点让我吃了大亏。这次不让他也尝尝我们的厉害。哼，光靠打是没用的。我不是想打人，我是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上次他骗了我们，这次我们也可以骗他呀。上次他就是在铁路快要炸的时候说了出来，不如我们这次跟他演一场戏，让他以为真的已经炸了，看他怎么说。我也就这么一说，你们也就这么一听。主任，这倒是个好办法。张彤，我知道你们接下来还有其他行动，会策划更大的爆炸袭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江州银行就是你们行动的第一步，不过已经被我们破除了。你少来诈！是吗？那就让我告诉你，你们第二次的爆炸袭击对象应该是江州北郊的军列，时间是晚上8点。我说的对吗？只可惜在7点56分，我们已经把你们的炸弹全部安全拆除。看来你们选择8点这个时间段很不吉利。你少在这唬我！那只不过是你的猜测。我相信我们的计划会成功的。哼，把仪器拆下来。是。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仪器显示，他说话的时候脑思维平衡，心率没有急躁，这说明他说的时间准确。看来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按中理的方案实施。他的脉搏很正常，可以进行。我们在外面等你，看你的了。是。
来吧，还有什么刑具你们就上吧，老子不怕。我不会给你动刑。快放音乐给我听。想听音乐是吧？那在动刑之前，我就满足你的要求。都分离，天要分离，你是真不得已。怎么样？已经快8点了。嘘。没分离，又在一起。喂，好的，我知道了。是，你们都先出去吧。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新闻。刚刚在东南方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长正为此十分忧心。放心，我派谭云林去配合他。蒋中正为此十分。钟离，王八蛋！我就让你死我赢吧！王八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多想看看蒋介石的那张脸，看看他的表情啊！政府大楼被人一锅端了，蒋介石的脸色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吧？政府大楼里会有人安装炸弹？怎么样？开会的人有没有死了一半？不止一半吧？估计还有外国人呢！啊？全都死了吧？啊？全军覆没了吧？主任，他上当了，是政府大楼。何云，立刻联系，派最近的拆弹员过去。是。立刻通知政府大楼所有人员，马上撤离。是。主任，让我去吧，我速度快。钟离、谭瑞玲，马上赶往政府大楼，配合行动。是。剩下的所有人员，马上赶往政府大楼，尽全力疏散所有居民。行动！是。赶快参加会议的政府官员立刻转移。所有会议人员立刻撤离。快点，大家赶紧撤离政府大楼！快点，那边有警报。是。快点撤离！快！赶紧撤！
别开灯，会有电。贺教官，出去，这儿危险。时间够了，我们一起出去吧。主人已经安排他们撤离了。这里的炸弹如果爆炸的话，会炸平十里地，附近政府大楼就全都毁了。你赶紧出去。我哪儿也不去，这是主人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配合你一块儿完成。还有一个水银炸弹。放这手。别动。稳住。兄弟规定。拿着，要保持平衡。离爆炸还有2分半，别害怕。好，我一会儿回来。贺军峰，贺军峰，手电，给我。这个你来吧。啊，看见这根线了吗？嗯。剑盾。啊！来呀！我知道这是炸弹，你听我的，剪掉红线。动手，快动手啊！钟离，你快动手！你只有剪掉红线，我们才会安全。快动手啊！剪掉红线，我们就会安全的。
对准。握紧，截断它。你怎么受伤了？干得不错，我走了。放开我！走，快走！干什么？要动手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力气。到楼顶上来是要欣赏烟火吗？张头，你现在还能分得清东南西北吗？一心想炸毁政府大楼，你看看他在哪儿呢？是不是还好好的站在那儿呢？你想看到的是浓烟滚滚，哀鸿遍野。不过很抱歉，政府大楼完好无损。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除了政府大楼之外，你还有没有发现其他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是晚上10点钟，怎么街上还会有那么多人？你们这是在搞什么鬼把戏？你认为8点钟的时候，实际上只有7点钟。我们绞尽脑汁，你都没有开口，甚至用了头颅，你都挺不过来。你的审问证词和我们预测的时间是吻合的，我们在利用换岗时间的推移来误导。那无线电里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你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就是你得到的信息，你也不想想，刚刚发生的爆炸，无线电那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人太得意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很多细节，只顾着按自己脑子里的线索前进。是你自己听到广播后太得意忘形，才说出了政府大楼。你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吧？政府大楼里也会有人安炸弹。怎么样？开会的人有没有死了一半？恐怕全军覆没了吧？这不可能！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爆破，没有一次失过手。你们这盘棋下的是什么残局？我叛变了。你给我们赢得了1个小时，我们很轻松的把你们安装的炸弹给拆除了。我们还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们的任务怎么会完成的那么顺利呢？你设陷阱，把钟离骗到了江州钟楼下，他不但解除了炸弹，反而让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还获得了一批炸药。我们从炸药入手，开始调查这间工厂，发现工厂只是一个幌子。其实你们在江州是建立秘密行营，你们处心积虑要炸毁政府大楼，自己的领地却疏于防范。我们长驱直入，几乎不费力气。张头，你注意看前方，看看你拉的秘密行营。你说的很对，在天台上是最适合看烟火的好地方。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这不正是你最想看到的画面吗？你为什么不看？炸毁银行铁路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高兴？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杀了我吧！
我们不杀你。钟离，放他。是。你在东北欠了一大笔钱，而且把你的妹妹卖给了别人。我们已经派人在东北帮你还了债，而且帮你把你妹妹赎了出来。你们的大帅会觉得你叛变了，不仅是你，连你的上线也会受到牵连。张作霖不会再用你们这条线，所以，我不会杀人，让你们的人自己去解决。大帅，你们太狠了！你们放了你，远比杀了你更痛快。再见。大帅！那有证明你知道谢谢大家。来吧，英雄，送我了。你不就喜欢这样吗？出生入死的当英雄过瘾吗？咱们谁跟谁呀？你呀，真是不知道害怕。该悠着点的时候就得悠着点。那有证明你真棒！谢谢大家。我呀，也只有在拼命的时候，才会忘了身边发生的事情。日子总要过，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你说是不是啊？看你说的。我们一起庆祝钟离打了一个大胜仗。奖金发了吗？什么奖金啊？你不知道啊？柴英、钟离啊，走进去说。我说你拼了半天命，你拼什么呢？连校长发犒赏的事儿都不知道。什么犒赏？校长他现在不都已经被我们气得半死，就因为银行和铁路被炸的事。银行和铁路的事情，校长是生气，可是政府大楼的事儿咱们做得好啊。再说了，咱们捣毁了张作霖正在建设的行营啊，还有潜伏那条暗线。说的没错，校长扬眉吐气，心情大好，这钱一下子就拿出来了，说是要犒赏咱们特别行动队。我们财务科呢，早就有消息了，马上就动手。动什么手啊？偷啊！偷什么偷啊？往上申请，就说我们财务科有困难，需要经费支持。再说这个人有困难的话，也可以申请，先到得理。你说你拼了半天命，钱都让我们拿了，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过意不去。以后你学聪明点。知道了，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用。没用。罗亦菲当时要有钱给她妈妈治病的话，能出这事儿？不说了，我一会儿要去银行查账，回头聊吧。钱主任，里边请。钱主任，这是账目详单啊。老大，张彤的事情已经结束了，银行的账目来往也查完了，还看什么呀？你看，我说你呢，你还不承认，这多好的机会！什么机会？我这么一查，行内所有人的账目都一清二楚。嗨，查他们的账有什么用？哎，账是什么东西啊？账就是他们的底，他们的账目不干净，被我们抓到把柄，以后我们找他们要消息，这是什么？这就是筹码。哎，你看这个，我知道了，不如这样，再多查几个账目，把他们家里的账目一起查，尤其是和海湾有关系的，把底再探得深些。
我是这样，你可真是我的好学生啊！名师出高徒。是。老大，你看这个有问题。这是一家货运码头的账，一个货运码头竟然有这么大笔钱的出入，而且这个码头的主人在国外，这账转了好几道手，最后才到江州，肯定有问题。你让我好好查查。不好意思，我们继续查吧。啊，好的。我觉得这个账目有问题，您看，看看这个地方。哦，我说老钱呀，现在咱们没钱，你就别哭穷了，高主任。谁不知道上次爆炸案校长大喜，拨了一笔经费犒劳大家，你这时候还哭什么穷啊？消息还挺灵通，对，是犒赏咱们。那看看吧。哦，办公桌20张，桐油15桶，轮胎8个。这什么呀？这是犒赏啊，让咱们拿条自己领。哦，卖了半天命就这个呀？是啊，前几天银行的案子，意外查到了别的东西。怎么讲？有笔账转了好几道手，现在美国人支持吴佩孚了。这美国人怎么支持吴佩孚了呢？是啊，这次让你来呢，主要还有一件事让你做，而且这事儿非你不可。哦，找中人结下美国人的支持。哎呀，我可不敢担保这次一定能找到人呐。哎，如果你都说不行，这没人行了。不过你放心，如果这事儿你办成了，校长亏待不了你。真的？当然是真的了。那我就试试。哎呀，不是试试，一定要办到。好。主任，那我去了。好。主任，那我走了啊。好，辛苦了。哎。心情不错嘛。你别看钟离这丫头，平时惹事的时候真行，关键时候真是挺有用。这回啊，她算立了大功了。张彤的事让他进步不少。虽然还是有点愣，不过知道怎么拐弯了。哎，必须吃亏才会有长进。他还是有命，多少人是吃了亏，不过再没有长进的机会了。哎，时也，运也，命也。不过有些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他奶妈的事。当时我们是查到有问题才去的，可事发以后，怎么也查不出破绽来。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你是怀疑钟离是刀锋队？他应该不是。不过我是担心刀锋队有人在暗地里帮他。总归不除掉他，我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哎，对了，那天审问张彤的时候，你听没听出他说的话有漏洞？怎么，钟离的报告里头说什么了？啊，没有。那就是谭瑞麟跟你说的吧？你就说有没有吧。没有，可能我当时太累了，注意力不太集中。哎，对了，这事儿你会写在秘密档案里吗？你觉得我应该写在里面吗？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秘密档案的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提，怎么就记不住呢？记住了。堵不住你的嘴。
吃一口。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说来一定是这样。知道吗？知道。好的，好的。你说的那件事情，我会注意。那我先去卓那里。好的，那就好。哎，我就走了啊，回头聊。哎，你别忘了啊。你有没有被男人亲过？你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你动心了，你肯定动心了。许正帆，我跟他只不过是朋友。你脑子有病是吧？你根本就是欠揍。我还等你接我的班呢。你说过的话，可给我记住了。奶妈这件事以后，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单纯了。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干什么？吴佩孚派密使到江州来和德国人接洽，到底谁是密使，我们并不知道。在全世界，他的出现，像鸟在身上，忘记回起了手，白天阳光闪耀，再到风沙舞蹈，最讨厌的时候，忘记力气燃烧，在绝望里微笑。这一条是会掉，永远在山在摇，用尽力气燃烧，代替阳光闪耀，在冰雪下有泪水造成死角就多高，用尽力气燃烧，黑暗太煎熬，可信仰的阳光才是有，永远在血泪中摇，永远在血泪中摇，心流里挂的水在流。是在全世界。他的出现，像鸟在身上，忘记力气燃烧，白天阳光闪耀，再到风沙舞蹈，最讨厌的时候，忘记力气燃烧，在绝望里微笑，这一条是会掉，永远在山上，忘记力气燃烧。代替阳光闪耀，在冰雪下有泪水造成死角就多高，用尽力气燃烧，黑暗太煎熬，可信仰的阳光才是有力量，永远在血泪中摇，永远在血泪中摇，心流里挂的水在流，是。永远在血泪中摇。